反了天了！哪个不长眼的刁民进了车？瞎嚷嚷什么？路又没拦你，你那破车不会走，怪我？你可知道这车里坐的是玉皇大帝也一样。外乡来的吧？没见过水泥路，头回走颠2下，正常。这么多石头铺地，不硌脚？石头，这叫水泥，浇出来的，整条一块，硌脚。你踩几下看看，比脚上那双鞋还软。石头还能浇？嘿呦喂！老张，又来一个没见过水泥的。今年第几个了？第9个。老爷，卷宗上不是写着这县穷得快死人了吗？穷得快死人的县，铺得起整条水泥大道。进了城，可别四处打听县太爷。为何？问的人太多，烦！你们这些外乡的，一进城就逮着人问。你们县太爷是不是神仙？他不是个种地的。行了行了，打到了，挪开。德福，奴才在。朕动身之前备好了看义子儿时，看饿殍遍地，唯独没备好，被一条路一个泥腿子当头扇2记耳光。进城，朕倒要看看这潭水到底有多深。老爷，云溪间3年免费蒙学告示，凡6岁以上孩童入学不取分文，另管1顿午饭。管午饭，读个书还倒贴饭，不然呢？娃娃饿着肚子怎么念得进书？你们那地方难不成还叫孩子饿着上学？还得教树谱。那地方的官儿真够缺德的。放肆！你竟敢这么跟我家老爷说话！德福，我们走。这难道是？细、纯、咸，没半点苦涩沙土。精盐，宫里御膳房层层提纯，才得那么一小撮的上等精盐。这盐怎么卖？2文1斤，旁边红的是糖，3文。2文？京城粗盐黑黄还掺着沙，都要30-40文1斤。盐铁命脉的背后是盐商勾结官府，从百姓嘴里抠出暴利。可这里这么白的盐，2文钱，你不怕官府查你私盐？私盐，乡下来的吧？盐是给人吃的，本就该家家买得起，卖的贵的那才该查。瞧你人模狗样，连盐都不懂，买不买？不买，别捏脏了我的货。大娘，你们县去年饿死多少人？饿死人？客官你睁眼瞧瞧，我们县3年没饿死过一个。要饭的你满城都找不出一个来。为何找不着？谁家揭不开锅，去县衙登个记，先借粮，开春再还，不要利钱。不要利钱？放利钱逼死人的，那叫阎王，不叫县太爷。户部卷宗这县写的是什么？地县民贫，流民遍地，饿殍遍野，每年向朝廷请赈灾银30万两。30万两。一个造精盐铺水泥，白给百姓喝水读书3年不死银的县，在御案上的卷宗里，是个每年要他30万两的人间地狱。那银子年年进了谁的口袋？这卷宗是谁写的？朕被人当瞎子蒙了几年了。客官，这都算啥？你要是去城东，瞧瞧我们县太爷种的地，看看1亩能打多少粮，当场吓晕给你看。1亩能打多少？300斤，那也不过比玉田好上1县。300斤，客官是1200斤。放屁！亩产1000斤，绝无可能。玉田最好的年逛才打300斤，你哄鬼呢？又一个由城里来的，就是没见识。客官，你这反应跟上个月那个自称京城大官的一模一样。我们县太爷教的化肥2种，水渠缺一不可。你懂化肥吗？化肥是何物？不懂吧？不懂就别在这儿放屁。走，
老汉带你下地开开眼，免得你回了荆州，还当天梯下的地都只长300斤。自幼读圣贤，通农桑，今天却被一个种地的老汉按着头说不懂放屁，开开眼。可真正让他后背发凉的是另一句：上个月也来过一个京城的大官，什么大官会瞒着他偷偷冒到这云溪县来？客官，地里这点还不算啥，等你瞧见我们县太爷点石成金的玻璃坊，保管你当场跪下喊神仙。看傻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？老李又领着外乡人来开眼，可不，这位还说亩产1000斤是放屁呢。放屁！后生，你过来。老人家，我自幼读农书，通晓农桑。玉田最好的年景300斤，已是天恩，1亩1200，除非地里埋了神仙。神仙没有，化肥有。化肥又是何物？你看这苗，庄稼跟人一个理，光喝水不吃饭，能长壮？化肥就是喂给庄稼的饭，我们县太爷带人烧出来的，1亩撒上几十斤，苗就这么往上窜。一派胡言，粪肥朕是知道的，何曾听过什么化肥？那后生你倒说说，玉田为啥才打300斤？地力有限，岁有风旱，此乃天地。放屁！放屁！是你们不会种。2种化肥、水渠，3样，种子年年挑最壮的留，肥要喂足，水要旱涝都保得住。 3样齐了，1亩1200是平常事儿。你们那玉田是伺候皇帝老儿的地吧？守着一群只会念书的官，连条水渠都不会修，能打300斤，我都替你们臊得慌。你这是在骂骂谁了？我就事论事。那皇帝老儿吃的粮，亩产还不如我们乡下，这是我编的。 这土是活的，一株苗根就这么壮，1200斤。老爷，您没事吧？读了40年圣贤书，竟不知道土是这么个东西。他说的对，我不会种，1亩1200，原来真的不是骗人的。后生，愣啥呢？ 敢问，这化肥2种水渠之法，可曾上报朝廷？如此利国利民之策，朝廷若推行天下，上报朝廷，后生，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3年前，朝廷把我们县一笔勾销了，卷宗上写着饿殍遍野，从此不闻不问。我们县太爷上的折子，一封都没回过。 既然朝廷拿我们当死人，那我们活我们的，凭啥还把命根子白送上去？一封都没回过，一封都没有，是经过我预案，被我亲手压下的，还是？老李，快领人回去！县太爷要查那个上月来的京城大官，正满县抓人呢。京城大官抓到了，嘘，别问。 那人不是好东西，冒充商法，想偷我们县太爷的方子，还想烧了化肥房，当场被逮了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牢里，等着你们那位真皇帝来认人呢。德福，你瞧见乞丐没有？没有，一个要饭的都没见着。流民、乞丐病倒在街边的。 一个都没有。京城呢？天子脚下的朱雀大街，每隔几步就横着一个。老人家，瞧病花了多少钱？瞧病不要钱，县太爷开的医馆，看诊抓药，穷人全免。我这把老骨头，搁3年前早死过8回了。不要钱，这地方。 站住！买票，3文1位。洗个澡还要钱？废话！烧水不要柴，扫地不要人工。你当这一池子水自个儿会热呀？我堂堂我就洗个澡，洗澡就掏钱。瞧你这穷酸样，不会连3文钱都掏不出吧？掏不出就别洗，
脏死了！别熏着我这干净地儿。老爷，您倒是给奴才说句话呀！给钱，洗。洗去吧。倒是真舒坦，比宫里那池子也不差啥了。德福，你看那门，奴才看见了，都不锁。老丈，这家家不锁门，不怕遭贼？贼？客官，我们县3年没遭过一回贼了。为何？家家有饭吃，户户有活干，谁去当贼？再说了，谁要敢偷一回，全县人戳他脊梁骨，他在云帅县就别想活。县太爷常挂在嘴边一句“仓廪实而知礼节”，肚子饱了，人心自然就正了。仓廪实而知礼节。客官，明儿要是没事儿，去县衙瞧个热闹。京城大官，那个偷方子、烧化肥厂的京城大官，县太爷要当众审他。听说那人后台硬得很，张口闭口我是替宫里贵人办事呢。宫里贵人？可不，咱也不知是真是假。反正在我们云溪县，甭管你是宫里的、京城的，还是天上下来的，办了法，县太爷照审不误。是哪一位贵太子？还是他那几个早就盯着龙椅的兄弟儿子？德福，奴才在。明日一早去县衙，要亲眼看看是谁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把手伸得这么长。还有那位云溪县幸，朕也该会会他了。沈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官是替宫里贵人办事的，你审我，你审得起吗？这方子，宫里那位志在必得，你乖乖交出来，本官保你升官。说完了？你来人，把他犯了什么事念给围观的乡亲听。盗方、烧仆3桩罪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沈燕，你敢动我，宫里贵人不会放过你！你口口声声宫里贵人，我倒想问问你，是哪位贵人会派你来一个饿殍便泄的废县，偷一个穷太姓的方子？既然云溪穷得饿死人，那方子能值几个钱？犯得着你这么个大官亲自跑一趟，还要烧铺伤人？要么是有人早知道云溪根本不穷，富得流油。要么是有人瞒着当今圣上，把这县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，既要骗朝廷的赈灾银，又要抢我云溪的方子。你说是哪一种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要见皇帝，我要面圣！皇帝知道了，头一个砍你的头！面圣？行啊，你既替宫里贵人办事，想必识得圣言。那本官问你，当今圣上可知道云溪3年没饿死过一个人？圣上可知道每年30万两赈灾银没到过云溪百姓手里一文？我看当今圣上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坐在那金銮殿上，被你们这群人捂住眼塞住耳，自以为天下海晏池清，其实他的江山早被你们啃的只剩一副骨头了。这位客官也是京城来的？路过。路过？那本官问你一句，盐几文钱一斤？2文。那你可知道京城的百姓盐吃几文一斤？看吧，又一个京城来的体面人，穿的人模狗样，连百姓吃不吃得上盐都不知道。我见过太多你们这种人了，身居高位，锦衣玉食，张口闭口社稷苍生，可你们这辈子没饿过一顿，没扛过一锄，连一斤盐多少钱都说不出来，凭什么坐在百姓头上？客官没话说了，
那就站一边看着，本官还要审案。来人，把这宫里贵人的狗腿子先打20板，收监。供词赃证，封档存证，留着。等哪天真有那么一位宫里贵人亲自来了，本官当面呈给他看。他说的是我，他说的那个皇帝是我，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也是我，朕就是那个该被呈给他看的人。这气味从未闻过，这一天不知道的东西比这辈子知道的还多。这是什么？肥皂啊，洗手、洗澡、洗衣裳，去油去污，一块儿顶你一盆皂角。全县都用吗？全县都用。县太爷说了，病从口入，也从手入。饭前病后要洗手，洗了手才不闹肚子。我们县3年没发过一回瘟疫，全靠它。3年没发过瘟疫，这4个字比方才任何一记耳光都重。京城一到夏秋，疫病横行，缺医少药，一场10亿能抬走半条街的人。站住！洗手消毒，换工作服才能进。我就看一眼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不行，县老爷立的规矩，进灶坊、进衣物、进做吃饭的坊，都得先洗手。你身上不知沾了多少脏东西，万一带进病菌，坏了一整锅料，谁担得起？病菌？看不见的脏东西就藏在你这双手上。县太爷说，人10有8、9的病，都是这双没洗的手吃进肚子里。放肆！你可知道这位是皇帝来了也得先洗手，不洗手门都别想进。40年，头一回有人告诉我这双手是脏的，可我没脑。洗。老爷，他说的对。40年里，头一回亲手洗手。这还差不多，换上进去吧。看你这样子，在你老家怕是从来没洗过手吧？是，从来没有。我就说吧，瞧，京城来的体面人连手都不会洗，也就我们县太爷有这耐心，管你们这些大老粗说卫生，穿上还挺像样。条理，连做一块皂都有条理。读了一辈子圣贤书，没见过这样的条理。德福，朕的太医院养着300多个太医，每年11以来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。而这里，一个种地的县令用一块肥皂，一句饭前便后要洗手，就让全县3年不生疫病。这个沈燕，他脑子里装的东西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不好了，知府大人带着兵把县衙围了。说沈县令私造军器，聚众谋反，要拿他下狱。沈燕，有人举报你私造军器，聚众操练，图谋不轨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不束手就擒，随本府回府城受审。私造军器。大人，我云溪3年没向朝廷要过一兵一卒，匪过境、灾过年，全靠百姓自保。我训几个民兵守自己的家，这就叫谋反。巧言令色，操练乡勇，私铸火器，哪一条不是死罪？来人，拿下！真要动起手来，沈燕区一个县令，拿什么当200兵？知府大人，既然您一口咬定我私造军器，那不妨让大人开开眼，把那门守家的家伙推出来。装的什么样子？一门破炮！放！
大人，您带200兵来拿我，我这门炮一炮下去，您这200兵还能剩几个？你敢轰朝廷的兵，这就是谋反的铁证。谋反？我倒要问问大人，这3年，云溪年年报恶票变血，朝廷年年拨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银子，有一文到过云溪百姓手里吗？90万两，我们一文都没见过。我家娃读书的那顿午饭，都是县太爷自个儿掏的钱。你血口喷人！血口喷人？那批赈灾银的账册，您历年上报的卷宗，还有昨日我下狱那个宫里贵人的人的供词，我全留着。大人今日带兵来，不是拿我谋反，是怕我手里这些东西捅到当今陛下面前，要了你们一窝人的命，对不对？90万两，3年，原来从府城上京城，早被人织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，而他这个皇帝，被这张网整整告了3年。陈燕，你以为凭一门炮就能跟整个朝廷斗？今日我拿不下你，明日宫里那位贵人会派1万兵来踏平你云和县。宫里那位贵人，是哪贵人？哪儿来的外乡人也敢插嘴？放肆！尔等还不跪下！当今圣上御驾在此！原来严驾，陛下今日总算是知道了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。沈燕，见过陛下。大胆！见了圣驾，为何不跪？回公公，我大敬律，身有功名者，面君可不跪。大胆！陛下今日是来认人的，不是来受跪的。该跪的是那些骗了陛下3年的人。都起来吧。沈燕，陪朕走走。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出来的？不止，盐是百姓晒的，路是百姓浇的。臣只是把该怎么做告诉他们。陛下既想知道我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这一处陛下该看看。这是琉璃，这叫玻璃。陛下请看。朕头一回看清自己。陛下，这镜子10文钱一面，我云溪家家都有。百姓照着他梳头整衣，看自己一张脸，而陛下是头一岁看清自己的脸吧？3年，朕的眼里就没见过一张真脸。沈燕，你这一身的本事，制盐、制糖、玻璃、火炮、蒙产千金，3年无益，朕遍览古今典籍，从未见过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陛下，我不是什么神圣，我只知道一件事：百姓要的从来不多，一口干净水，一斤吃得起的盐，一亩能吃饱的地，一个不被人偷的家。这些本就该是他们的，是被人一层一层抢走了。我没什么本事，我只是把抢走的还回去而已。陛下，那个下在牢里的宫里贵人的人，奴才方才去看过了，他招了。招了什么？他说，主使他偷方子、烧化肥坊，还买通知府瞒报卷宗的，是太子殿下。
在此。陛下，此事干系太大，奴才也不敢信啊！会不会是那狗腿子贪污储蓄，想脱罪？德父，奴才在。朕若现在就拍案而起，回京拿人，太子党羽遍布朝野，他只需一句父皇被妖人蛊惑，朕和这满县的真相，谁信？传朕密旨。那狗腿子的供词，知府的账册，历年卷宗一样不漏，由沈燕封当，暗卫贴身押运回京。是。在朕拿到铁证之前，朕还是那个路过的京城商人，谁也不许声张。是。沈燕，朕心里乱，陪朕再走走。这县里的事，朕还没看够。老板，你这摊子一年给官府交多少税？税啊，30取1，再没别的了。30取1，没有别的苛捐诈税，什么过路钱、铺面钱、节气钱？啥钱？客官，你打哪个山沟里来的？走个路还要给钱？哪个挨千刀的想出来的？那官府收这么点税，够用吗？够用的很，我们县太爷会赚钱啊！盐坊、糖坊、玻璃坊，哪个不挣大钱？官府的钱从作坊里来，不从我们老百姓兜里掏。外头别的地方，那官府狠着呢，种地交税，买盐交税，过桥交税，连家里多生个娃都要交税，把老百姓往死里榨。客官，你穿得这么体面，税最重，京城来的吧？是。哎呦，那你可遭老罪了。听说京城天子轿子驾，老百姓最苦，皇帝住金銮殿，底下人一层一层往下扒皮，可怜啊，可怜。来，吃个包子，出门在外不容易。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卖包子小贩，反过来可怜他这个皇帝，可怜他底下的百姓被一层一层扒皮，而扒皮的手，其中一只的亲儿子，大晋的储君。沈燕，朕治国20年，自以为勤政爱民，今日才知道，朕的爱民，连一个卖包子的都不如。陛下肯吃这口百姓的包子，肯说出这句话，已经比朝堂上那满身珠子的强多了。一得一，一二得二。这是何物？叔叔，这是99乘法表呀。乘法就是算账用的。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，长大了要被人坑。叔叔，你会背99乘法表吗？四书五经，治国大道，从未学过这等市井小术，不会。这么简单都不会？叔叔你好笨呀！我们县太爷说了，不会算数的人长大了找不着好活干，还会被坏人骗钱。叔叔你这么大个人了还不会，是不是小时候没好好读书呀？一个个都识字会算。朕想起京城，读书是世家子弟的专律，寒门10年苦读，也未必摸不到一本完整的书。而这里，一个费县庄稼汉的儿子，7岁就能笑话皇帝不会算数。好，叔叔确实笨，叔叔回去一定好好学。这就对了，知错能改，还是好叔叔。德福，派人去府城，朕要知道那位巡抚对云溪的事到底知道多少。陛下，巡抚衙门里云溪县的卷宗3年来从未更改，上头白纸黑字仍写着云溪地劣民贫，饿殍载道。那巡抚不仅一无所知，半月前还刚向户部递了今年的折子，为云溪县再请赈灾银30万。好一个一无所知！知府勾结太子中饱私囊，
巡抚尸位丧餐，连治下最富的县富成什么样都不知道，还年年替人伸手要银子。朕的封疆大吏，朕的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知道在这大晋境内有这么一座云石剑。陛下，您现在明白臣为什么守着这一个县不愿入京了吧？京城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云溪能让百姓吃饱，是他们根本不在乎百姓吃不吃得饱。百姓越穷，他们越好伸手。云溪富了，断了他们的财路，他们恨不得把它从地图上抹掉。臣把云溪治成这样，在他们眼里不是功劳，是死罪。报！陛下，京城800里加急！太子以陛下微服多日音讯全无，恐遭妖人挟持为由，已在京中行监国之事。百官已有大办向东宫称臣。行监国之事，百官大办向东宫称臣，好得很。朕还没死，他就急着坐龙椅了。陛下，咱们快回京啊！你一露面，谣言不攻自破。回京？朕这一路回去，太子只需在半道设一符，再放出风声，陛下已被妖人所害。朕死在路上是妖人干的，朕活着回去是被妖人挟持的假货。他要的从头到尾就是朕回不去。陛下，既然回京是死局，那就别回去了，让京城来云溪。你说什么？凭一个县跟整个朝廷、跟太子的大军斗？沈大人，你莫不是疯了？陛下，跟臣来。臣这个县令的家底，你还没见全。放！装弹，再放。这火枪能连发，装弹这么快？臣改的定装弹，一个熟练兵一息一发，300杆就是一息300发。陛下，朝廷的神机营能做到吗？这些，你到底还藏了多少？不多，够用。昨日陛下见过的那门是最小的，这门一炮下去，半里之内寸草不生。这是何物？这东西叫地雷，埋进土里，人马一踩，当场炸开，一片雷区能让1万骑兵变成1万具尸体。朕倾全国之力供养的禁军神机营，在这个种地县令的家底面前，像一群攥着烧火棍的孩子。沈燕，你私藏这等军械，暗旅！暗律该满门抄斩，陛下要治，随时治。可陛下不妨先想想，3年前朝廷把云溪一笔勾掉，匪患来了没人管，灾荒来了没人管，臣不造这些，云栖百姓早被流匪屠了10回。这些东西不是用来反陛下的，是用来让百姓不再任人宰割的。好，朕这一趟本是来问地方官的罪，如今看来，该问罪的在京城。沈燕，朕问你一句，太子若发兵来犯，你这云溪县守得住吗？报！东南30里发现大军，打着东宫旗号，号称5万兵马前来迎驾。迎驾？5万大军迎一个微服的皇帝，这分明是来灭口的。这城墙也是水泥浇的。陛下，这墙3尺厚，整个一块，别说云梯，就是撞乘车来撞，撞断了车斗，墙上也留不下一个白印儿。奉太子监国令，陛下遭妖人沈燕挟持，本将奉命迎驾，交出妖人。城上的人听着，速速打开城门，交出陛下与逆贼沈燕，可免一死。放肆！朕好端端站在这里，何来被挟持一说？
妖人惯会易容惑众，尔等休想拿一个假货诓骗本将！弟兄们，攻城，活捉妖人，救出真正的陛下！出真正的陛下！好一个真正的陛下！朕站在这儿，他偏说朕是假的。太子这是铁了心要朕死在这城下。既然来了，那就别想囫囵回去。传令，号队，预备。炮队放！火枪营，自由射击！这是什么妖法？撤！快撤！逆贼！尔等竟敢炮轰王师，这是诛九族的死罪！放屁！我们守的是当今圣上，你们打着太子的旗号炮轰圣驾，你们才是诛九族的反贼！陛下，是真的，陛下。现在知道了，晚了。传朕口谕，把这降将连同他亲眼所见的一切放回京城。朕要太子亲耳听他说，朕还活着，朕的云溪县一炮未损，而他的5万大军全军覆没。沈燕，造这些东西，养着300兵，修这座水泥城，要花多少钱？不少。那钱从哪儿来？朝廷3年没给过云溪一文。你一个穷县令，哪来这么多银子？陛下随臣来。先生，陛下想知道咱们云溪一年赚多少？哪年？去年还是前年？去年。去年啊，不多。刨去成本、工钱给百姓的补贴，净挣420万两。420万两！大晋国库一年税赋收入，统共也就500-600万两，一个县挣的钱，尽快赶上整个朝廷的国库。怎么可能？一个县挣这么多？客官没见识吧？我们的盐、糖、玻璃、肥皂、镜子早就卖出云溪了。周边10几个州县都在用我们的货，又便宜又好。就连京城那些王公贵庶家里用的玻璃镜、雪花糖，10有8九都是从我们云溪贩过去的。只不过经了几道手，到京城就翻了几10倍价钱。面镜子，那罐糖，朕用着云溪的东西，吃着云溪的糖，却以为云溪是个快要饿死人的穷县。客官，你脸色不太好啊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们做盐糖生意？算了吧，我们这生意入伙起步10万两。看你这样子，虽说穿得体面，怕是也拿不出这么多现银。别勉强，做不起的。御用监历年节许，内务府流动银两，还有朕的私库加起来，都未必凑得出这起步的10万两现银。沈燕，你有富可敌国的钱，有横扫千军的兵，你若想反，这天下你3年前就能取了。你为何还守着一个小小的县令？陛下，钱和兵与我不是用来夺天下的，是用来护这条街上的人，不被夺走的。我要的从来不是龙椅，是这条街10年、100年
都这样太太平平。报，陛下，京城传来消息，巡抚、临县县令，还有一干牵涉赈灾营的官员，此时瞒不住了，正连夜赶来云溪，要向陛下请罪面圣。来得正好，朕正要跟他们算算这3年的总账。这就是他们卷宗里年年上报的那个饿殍遍野的废县。巡抚，臣在。朕问你，云溪县这3年什么光景？回陛下，云溪地业民贫，饿殍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420万两。这个饿殍遍野的县，去年挣了420万两，而你年年替他向朕请30万两赈灾银，这90万两进了谁的口袋？说！臣不知情啊，臣只是按往年卷宗照例上报，臣冤枉啊，陛下！照例上报。我认得你，你就是那年年坐着大轿来我们县巡查的巡抚。你每回来就在县城里转一圈，茶都不喝一口就走，连地里长的是什么都没瞧过，回去就报我们饿殍遍野。云溪根本不要你的赈灾银，那银子是朝廷的，是天下百姓的血汗，你年年替我们伸手要，那钱你给过我们一文吗？还给我们，把你这3年贪的一文一文都给我吐出来！年年说我们要饿死，我们饿死了吗？倒是你把我们的命当成了你升官发财的本钱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臣再不敢了。百姓比朕的官清醒，朕的官只知道把百姓的死活算成账面上的数字，垒成升官的台阶，化作中饱私囊的由头。来人！巡抚渎职，纵贪蒙蔽圣听，革职下狱，抄家追赃。知府勾结楚军贪墨赈灾，私调兵马围杀忠良，凌迟问斩。其余各县凡瞒报贪墨者，一律严查，绝不姑息。90万两赈灾银连本带利从他们家产里追出来，一文不少，还给云溪的百姓。陛下圣明。沈燕，这些贪官，朕1日就能清完。可朕这大境千千万万个招申，还有多少个瞒报的巡抚，多少个贪墨的知府？朕清得完吗？陛下，贪官从来杀不完，因为让他们能贪的，不是他们的心，是这一套让百姓只能任人宰割的法子。陛下要治的，从来不是几个贪官，是这天下运转了千百年的旧规矩。旧规矩。父皇，儿臣一时糊涂，是奸人挑唆。奸人！你贪墨赈灾银，买通巡抚知府，瞒报卷宗，偷沈燕的方子，烧他的宫房，最后发5万大军来杀你的父皇。这一桩一桩，都是奸人替你做的。你知道朕最寒心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你想夺朕的位，
是你明明知道云溪那套法子能让千万百姓吃饱穿暖，你不但不上报，反而要烧了他，杀了沈燕。在你眼里，百姓的命还不如你账上那几10万两银子。你这样的人，就算坐上龙椅，也只会让这天下烂得更快。全进宗人府，终生。沈燕，朕欲拜你为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丞相，朕把这大晋的国政尽数交于你手。你想推的法子，无人敢拦。你意下如何？陛下，臣谢恩，但臣不愿入京为相。为何？陛下，在臣看来，让一个县的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亲眼看着他们顿顿吃饱，夜不闭户，孩子都能读书，这比当丞相有意义得多。丞相高高在上，看的是奏折上的数字；臣守着云溪，看的是一张一张活生生的笑脸。再说了，京城那庙堂里庸臣那么多，臣去了，跟那群只会争权夺利，连一斤盐多少钱都不知道的人同朝为官，臣怕臣迟早被他们活活气死，还不如回我的云溪，种我的地。好一个怕被气死！沈燕，你这是嫌朕的朝堂容不下你？臣不敢，臣只是不愿为了一个虚名，离开真正需要臣的人。那些灯火底下，有多少人正吃着掺沙的盐，喝着肮浊的水，在疫病和饥荒里挣扎求生。明日你别急着回云溪，朕想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好。沈燕，朕今日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跟你说话，朕是以一个管不好这个家的家主的身份。朕的大境有3000万百姓，这3000万人里，10个有9个一辈子没吃过一口干净的盐，没喝过一口干净的水。一场旱灾，饿殍千里；一场10亿10室9空。朕坐在这金銮殿上20年，自以为勤政，直到去了你的云溪，朕才知道朕治下的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。陛下，君不拜臣，这折煞臣了。朕拜的不是你，朕拜的是云溪那3000万百姓本该有的日子。沈燕，朕不留你当丞相，不要你争权，朕只求你一件事，把你云溪那套法子交给天下，让朕的3000万百姓都能像云溪人一样吃饱饭、喝精水，活得像个人。朕求你了。陛下，臣可以交，但臣有3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新政推行，以民为先，谁敢借新政盘剥百姓，无论官职大小，杀无赦。第二，盐、糖、铁平价授予百姓，断了豪商盘剥的根。第三，事成之后放臣回云溪。臣不要官，不要爵，只要守着臣那一个县。准，朕全准。盐铁官营，化肥2种推广各州，水利3年贯通，蒙学一医，县县皆有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盐铁官营断的是天下盐商的活路，化肥2种，闻所未闻。若误了农时，谁来担责？此乃妖言惑众，动摇国本。祖宗惩罚，岂能说改就改？一个曲县县令也敢妄议国政！
诸位大人反对，臣懂。因为这些新政，断的是诸位的财路。盐铁官营，诸位家里那些盐庄铁矿，就赚不了暴利了。平价售盐，诸位囤着的私盐，就成了一堆废货了。诸位口口声声动摇国本，在诸位眼里，国本是你们的荣华富贵，而百姓的死活从来不在你们的算计里。既然诸位这么有本事，这么忧国忧民，那臣把问题摆在这儿：大境3000万百姓吃不起盐，诸位谁能解决？年年旱涝，饿殍千里，诸位谁能解决？一场10亿死伤无数，诸位谁能解决？谁能解决，谁站出来。臣即刻卷铺盖回云溪，把这新政拱手让贤。皇帝老了，被一个妖人迷了心窍，要刨我们的根。既然他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了。2文1斤，雪白的精盐2文，我莫不是在做梦？水来了，活了，祖宗8辈都盼的这一天，我赶上了。沈大人，新政推行，我等本不该多嘴，可这盐价2文钱1斤，实在是太低了。我等盐商世代经营，上下打点，运盐的脚力、晒盐的工钱，哪一样不要钱？沈大人，行个方便，盐价提到20文，这是我等的一点心意。20文，大人，你可知道20文1斤的盐会饿死多少人？会让多少人家吃不起一把盐，得了大脖子病，活活拖死？那是他们命苦。大人，您也是要做大事的人，这天下水至清则无鱼，给我们留口饭吃，大家和气生财，岂不是好？你们垄断盐业多少年了？盐是地里海里白白长出来的东西，提存1斤成本不过半文，你们卖30文。这中间的29文半，是从多少百姓的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你们这一辈子赚的每一文黑心钱上，都沾着饿死的、病死的、买不起盐的百姓的血。沈大人，你这是血口喷人，我等都是奉公守法的粮商。从今日起，盐业官营，天下盐价统一2文1斤，1文不许多。你们手里囤的私盐，即日起平价收归官营。敢哄抬、敢私卖1斤的，抄家灭族！沈大人，您不能这样，这是断我们的活路啊！断你们的活路？你们断了天下百姓几百年的活路，如今不过是让你们少赚点黑心钱罢了，还嫌不够？那本官不介意把你们历年透税、贩私、勾结官府的翻出来，让你们连命都不必要了。报！西境8位老齐王联合宗室世家，矫诏起兵，号称清君侧，诛妖人，20万大军已出西境，直扑云溪。好一个清君侧！朕还没死，他们就要替朕清了。陛下，京城禁军不足10万，还有半数靠不住，这可如何是好？陛下，不必动京城一兵一卒，叛军直扑云溪，是要烧了新政的根，那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臣请旨回云溪。沈燕，你这妖人，蛊惑圣听，败坏祖宗成法，识相的自负出城，本王留你全尸，否则20万大军踏平云溪，鸡犬不留。老王爷，你这20万兵是替你卖命来的，他们的命值钱，你的祖宗惩罚不值。最后劝你一句，
退兵，我可以只诛你一人之罪。一个曲县县令也敢跟本王讨价还价！弟兄们，攻城！破了云溪，城里的金银财宝随你们去！起！放！你们这些刁民，竟敢反抗朝廷，这是诛族的大罪！反抗朝廷，你搞错了。当今圣上就在我们城里头坐着呢。我们认沈县令，认当今圣上，可不认你们这群缴了诏、起了兵，还惦记着进城抢钱财的乱臣贼子。要不你过来试试，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这炮硬？妈呀！这是妖术！我大晋的祖宗惩罚20万大军，怎么会输给一座小小的县城？老王爷，这不是妖术，也不是这一仗，你输的是这个正在变天的时代。报！前线捷报，大获全胜！西命八王20万叛军于云溪城下1日之内全军覆没，叛军首领老王爷被生擒活捉，已押入大牢，云溪城一炮未损。传旨：西境作乱八王，连同附逆世家尽数捉拿，严惩不贷。另传朕一句话给满朝文武：新政自今日起，谁再敢从中作梗，阻挠一日，云溪城下那20万具尸首，就是他的下场。新政推行1年，田里化肥2种铺满9州，粮食翻倍，盐糖2文1斤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肥皂、净水一一普及天下，瘟疫锐减90%。水泥路从京城修到边关，大境从此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大境了。大靖皇帝按往年旧例，今年的岁币黄金5万两，绸缎10万匹，粮草无数，3日之内备齐，送到我大单于帐前。否则，我匈奴铁骑20万踏破你的边关，饮马中原。沈清，匈奴的旧例，你看该怎么回？陛下，口舌之争费神，不如让使者亲眼看看我大靖的新例。使者，远处那座土山可看见？看见又如何？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大靖的岁病。回去告诉你们大单于，大靖的岁病从今往后改了。你们要是敢来犯，我大晋的火炮就把你们的草原从头到尾炸成一片焦土，你们的牛羊、你们的帐篷、你们的子孙后代，一个不留。求额，我们求额！上国饶命！从今往后，匈奴年年向大晋朝贡，永世称臣，绝不敢有二心啊！消息传开，四方列国震恐，争先恐后遣使来朝，俯首称臣。大靖自此威加四海，万国来朝。朕做了20年皇帝，守着祖宗的惩罚，战战兢兢，却越守越穷，越守越弱。你来了不过3年，这天下就成了这副模样。朕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陛下不必谢朕，这盛世不是臣一个人造的，是这天下3000万百姓本就配得上的，臣只是把它还给了他们而已。
10年弹指而过，大晋成了这世间最强盛的国度，国库充盈，粮仓满溢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万国来朝，为四海升平。史书称这10年，而开创这盛世的功臣沈宴。沈宴，朕要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，朕要封你为1字兵监王，与天子平起平坐。臣这辈子不想当王，只想当个能让百姓吃饱饭的县令。云溪的稻子该插秧了，臣告退。10年了，云溪还是那个云溪，可他又比10年前更好了。父皇，这里就是沈先生治的那个县吗？井水不用钱，读书不用钱，盐才2文1斤。儿臣在宫里学过的课宴里，从没有这样的地方。父皇，那真的是沈先生吗？那个让匈奴跪地求饶，让万国来朝的沈先生？是他。父皇，儿臣不懂，沈先生这么大的本事，造盛世，退匈奴，复天下，父皇要封他当王，他都不要。儿臣真的不明白，他为什么情愿在这里当一个种地的小县令，弄得一身泥。因为啊，他心里装的是这天下苍生不是功名利禄。当王，当丞相，坐在金銮殿上，看的是奏折，争的是权位。可在这田岗上，他看得见每一株稻子，每一张笑脸。这世上想当王的人千千万万，可愿意俯下身为百姓插一株秧的人，朕只见过他一个。将来你坐上这江山，要记住父皇一句话：朕这辈子得江山，得万国，得永昌盛世。可朕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得了沈宴这一个人，得他一人胜过得天下奸臣。